人每天深杯巨食锻炼体术，只为获得奥丁同款肌肉。学习孤立技法的过程十分痛苦，基础在于负重，撕裂感越强，肌肉就会变得越结实。奥丁知道安德的极限在哪里，如果想使用真正的肉搏术，安德的身体还差得远。要是能早点开始学，效果会好很多。不过他没时间后悔了，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，关键是把握当下。否则安德可能连第一个今天都无法撑过。从奥丁见他的第一面，他就始终这么努力，还真是令人敬佩呢。那么就接着练下一个动作吧。今天奥丁要让分队长趴着回到少速。不远处一道身影静静伫立，看着满头大汗的安德，黑豹若有所思。傍晚安德果然趴着回到少速，雷姆看他这样子还怪可怜的。这时黑豹照旧跳上安德的床铺。雷姆看分队长既然要养这家伙，不如给他起个名字。黑豹身上很暖和，安德打算叫暖炉或者叫蓝小黑，因为那双蓝眼睛。不过看黑豹这副样子显然不满意，安德非常不解，蓝小黑这名字不可爱吗？既然如此，那以后再慢慢想吧。安德逐渐进入梦乡。意识来到一处奇幻之地，奇怪的是这次没有看到那个船夫，那黑黢黢的家伙确实不适合这种地方。黎明中安德若有所感，回头看到一个女人，她的眼神宛如动物般锋利，淡然开口：埃斯特，我的名字叫埃斯特。恍惚中安德逐渐醒来，梦中的女人却出现在身边，整个哨所一片寂静。半梦半醒间的安德喃喃开口：晚安，埃斯特。第二天朝阳刚刚升起，安德就已收拾好准备训练。奇怪的是，昨天明明被打成那样，现在却感觉浑身清爽。这当然是因为埃斯特给他施了魔法。安德是解开埃斯特身上诅咒必不可少的存在，他那样随意对待自己的身体，万一死了可就难办了。对咒语和神秘知识的研究是所有魔法师的本能。埃斯特在执着于咒语研究时，不小心中了诅咒，于是在失去所有力量的情况下变成了野兽，就那样束手无策地徘徊于草原上，直到那天在更强大诅咒的味道吸引下见到了这个男人。奥丁都感到难以置信，毕竟受损的身体若想恢复起码要花上1周时间，但安德居然这么快就变得比昨天更结实。安德也无意中发现，叫黑豹为蓝小黑就会炸毛，叫埃斯特就没事。原来咒语世界会被名字影响，如果安德随意用别的名字叫埃斯特，他的世界就会遭受打击。所以埃斯特用自己所剩不多的力量进入安德的梦乡，告知了名字。不过因为力量不太稳定，出现了一些失误。万幸安德是个迟钝的男人，虽然诅咒还没有完全渗透进安德的身体，但还是比埃斯特身上的诅咒强烈得多。强烈的诅咒会慢慢吞噬周遭比他弱的诅咒，所以埃斯特只要待在那个男人身边，就可以完整的找回自己的力量。又一轮对练结束，安德不出意料落败。奥丁传授了肉搏术的基本与奥妙，虽然安德速度像乌龟一样慢，但身体的反应确实有了变化。1个月的时间过得很快，不知不觉间地底开始长出了嫩芽，而安德则每天都在坚持训练，持续进步，终于令雷姆有了点对战的滋味。才刚吃完晚餐，安德就邀请拉格纳去修坏一下吧。虽然学以致用的速度有点慢，但安德已经掌握了基本功，现在需要做的是熟练于身，这需要无数次的反复，应该会很难。不过对安德来说，这刚好是最简单的。一直练习固然不错，但安德想同时来接实战训练更好。突然出现一丝轻微异响，安德猛地抬头抓住刺来的匕首。杰森看分队长进步很多，应该不会轻易死掉了。克拉伊斯让他们要对练就出去，别弄得满屋子灰。这段时间他没去做生意挣钱，就是为了蹲守黑豹掉落的指甲。这时哨所的门被敲响，精灵中队长请分队长出来一下。队里因士兵佣兵制收到委托，需要安德来处理。那是与士兵等级制并行的2大政策。城里的市民可以向训练有素的常备军进行委托，安德刚好可以趁机实战。结束无聊执勤的士兵恰巧路过这里，精灵中队长和安德似乎总是待在一起，容易让人想入非非。这次委托的人员配置一共3人，安德需带上1名队员，还有1个人就是精灵中队长。安德有些奇怪，中队长怎么会亲自处理委托？这种表情令精灵中队长有些疑惑。跟我一起就让你那么有负担吗？路过的士兵顿时感觉吃到惊天大瓜，流言一夜传遍营地，传言精灵中队长和咒术破坏者入伍前便在交往，甚至有人听说他们连孩子都有了。第2天安德操练时，听着路过士兵那些诡异的议论，脸上顿时挂满黑线，本想回到哨所冷静一下，雷姆却狂笑道：“抬他爸的第2个孩子什么时候出生了？”哪怕安德严肃表示都是误会，是有人在传播谣言，可就连队员们都在起哄。安德感觉自己正在遭受部队霸凌，虽然夹在小情侣之间不太舒服，但雷姆还是勉为其难准备去做委托。然而安德可没打算带雷姆去，杰森已经收拾好准备出发了。看着头也不回的2人，雷姆怒斥：“你的头被斧头劈了吗？居然扔下我带那只野猫去！”安德绝不会带一不顺心就会拿斧头砍委托人头的家伙。杰森经常执行任务，应该能帮上忙。作为前辈的他，给了分队长一个忠告：不要在女人身上投入太多感情，最后只会给你留下深深的伤口。安德才不想要这种忠告。3人聚集等候委托人，精灵中队长面色平静，安德还以为他没听到那个传闻，可他却突然问：“我们做过什么会有孩子的行为吗？”安德平静回答：“并没有。”然后转头看向笑出声的杰森。精灵中队长很好奇：“我的提问让你不开心吗？没有的话是很开心吗？”安德不理解他问这些到底有什么意图。委托人的出现终止了这场闹剧。精灵中队长嘟囔着：“正觉得有意思呢。”闻听此言，安德一阵腹诽。
这次委托内容是护卫商团的继承人，洛克夫商团2名继承人正在争夺商团主之位，为了防止彼此互相伤害，便请来常备军保驾护航。原本听说是商团继承人，安德还以为会是个贪得无厌、行似蟾蜍的人，没想到委托的商团继承人蕾欧娜非常年轻，礼貌表示那就拜托你们了。打完招呼后，他就没再跟士兵们说过话，即使有事也是通过那位乳母传达。安德在奥丁大学过分析对方战力，一切信息都是有用的，需仔细观察然后分析。那个女护卫是个左撇子，步伐很沉，身上应该穿了很重的盔甲，综合来看她应该在特级以下。杰森看分队长无聊，提议来玩个简单的游戏，这个游戏叫变声10位。杰森说出某种声响，安德去判断声源地点，例如纸袋子沙沙的响声是对面食品店的女人发出的。安德很快就跟不上杰森的节奏，这个游戏比想象中要难。商团继承人先去旅馆楼上订房间，护卫们在大厅稍作等候。精灵中队长加入游戏，他的五感比人类敏锐1倍。杰森说出的所有声音都被精准猜中位置，安德完全插不上嘴。不过问题似乎越来越奇怪，杰森突然问悄悄在看眼色的人，精灵中队长回答：你后面。战斗一触即发，这是预料之中的偷袭。首先要保护好委托人，安德果断朝楼上冲去，刺客扔出飞刀想要阻拦，却被杰森全部挡下。精灵中队长也在用最快速度斩杀刺客，他看出杰森是比分队长厉害许多的分队员。即便如此，他们也都信任并追随安德。精灵中队长很好奇，是什么让他们心甘情愿成为手下呢？真是有意思。安德已经解决过2个刺客事件，如今这类袭击已经杀不掉他了，并且这段时间都在锻炼体力，学习肉搏术。安德能感觉到自己的动作跟之前不一样了。蕾欧娜的女护卫被击出房间，刺客怒吼着将荣耀献给阿兹本。这个距离用哨刀太近了，以安德现在的水平肯定抓不到敌人，只能想办法瞬间缩短目前这距离。他曾经见过一次，虽复刻出相同的动作是不可能的，但能模仿出1、2分就足够了。在刺客短剑刺下的瞬间，安德冲到蕾欧娜身前，成功挡下这一击。来了一刀的位置，衣服被划破，多亏从骑兵工会拿到的皮盔甲，倒是没受伤。现在安德请刺客下去聊聊，方式是直接撞破2楼的窗户，利用敌人当肉垫。安德减缓了掉落时产生的冲击，2楼已经没了敌人，他可以专心应对眼前之人。刺客明明承受了所有冲击，却还能站起来，实力不容小觑。确认完安德不是边防部队的人，他就以为自己能赢。明明是长短不一的2把剑，却依然能保持战斗时的平衡。安德判断这是奇剑，那么该怎么应付呢？刺客还在说威胁的话语，安德直接勾手让他别废话了。已经许久没经历过实战，这次的对手似乎也颇有实力。那么安德很好奇，我该用哪种技术来应战呢？刺客使用节奏各不相同的2把剑，安德认出这是8轮12奏。刺客没想到区区小兵居然避开了自己所有的攻击，安德很羡慕，因为缺少天赋，他还没能学到那种技术。恼羞成怒的刺客再次发起进攻，安德瞬间进入急于1点状态。现在他已经能看到对手的进攻路线。安德本想准确刺中对方的心脏，结果还是略有偏差。他意识到自己身上还有很多不足之处，回去后得继续找队员们训练。其他刺客见势不妙，立刻撤退。安德刚想进行追赶，杰森却表示委托内容并不是除掉所有刺客，集中精力保护好委托人就行。精灵中队长夸赞安德干得不错，安德下意识问他没事吧。精灵中队长短暂沉默，随后开口，都会担心恋人了啊，我激动的晚上估计会睡不着觉。安德只恨自己的多嘴。蕾欧娜询问安德的名字，感谢你在危难之中保护我，你受的伤我日后一定补偿。安德却淡然表示没关系，这是我的任务。闻言蕾欧娜若有所思，护卫将几个活捉到的刺客移送到了部队。为了应对2次偷袭，队里也派来了增援士兵。值班的安德在思考那些刺客究竟是什么身份呢？值得怀疑的就只有另一位继承人选。刚起床下楼，蕾欧娜就看到安德，他没有废话，直接邀请士兵安德来到自己身边吧，他可以让安德成为洛克福商团的专属护卫，那是人人艳羡的中型商团，光是核心贸易伙伴就有住在魔兽之地的荒野牧羊人、捉龙集团、黑皮工会、守护冰河的冰川游击队。洛克福商团手握记录着各处商路与特产的路图，更是无价之宝。前代商团主的蠢儿子可配不上这些，为了继承前商团主的遗志，蕾欧娜需要人才。安德有着可以在生死一线救下他的实力，并且不求回报的品性。专属护卫是任何人都会垂涎的位置，蕾欧娜相信这人肯定也不例外。可安德却拒绝得十分果断。蕾欧娜还想问为什么，下楼的杰森提醒被拒绝后还纠缠不放，可不光彩。紧随其后的精灵中队长点头附和，蕾欧娜没有再多说什么。另一位继承人会在晌午左右到达，他得先做准备。杰森没想到分队长居然还勾引了商团继承人，难道取向就是这种难相处的女人吗？安德郑重回答并不是。居然脚踏2条船，中队长表示很受伤。闻言，安德狠狠咬牙，仿佛豁出去般沉声道：很抱歉，我的取向有了些变化。居然开始反击了吗？增援士兵暗暗吐槽，那个恶魔居然放着恋人去勾引其他女人。被误会的精灵中队长却露出诡异微笑。安德只感觉生无可恋。天彻底亮后，赶到这里的克拉伊斯都听说，分队长只花了1天时间就成功和委托人共度春宵。咒术破坏者这个称号已经快要变成女星破坏者。
不过克拉伊斯可不是来嘲笑的，骑兵工会总要定期盯一下，正好安德要他帮自己做件事，逃掉的那些刺客总要抓来确认一下。沃克福前商团主不仅有着过人的经商手段，同时还兼备令人尊敬的品行。他认为大胆而智慧的养女蕾欧娜是最适合继承商团的人选，却又实在无法放弃亲生儿子。就这样，在未能决定商团未来的情况下，便撒手人寰。很遗憾，前商团主儿子弗雷德的刺杀失败了。短毛直言弗雷德太性急了，应该交给他和长毛才对，他们会尽量挽救现在的情况。只要弗雷德成为商团主，报酬一定少不了。酒馆的大门被用力推开，巨大声响吸引了众人注意。